大家好啊！今天来解析制裁者宇宙20战警这件制服。我知道蛮多人对这件制服颇有微词的，说强度不够啦，技能不够优啦，还有就是模组有点模糊，但我觉得还好啊，因为看起来蛮帅的，尤其是它的里面有没有？它这个身躯有一点宇宙的感觉啊，其实各位可以注意看啊，它身躯有微微闪着那种宇宙的那种姿态啊，对啊，我觉得其实它的这模组已经做的还算不错了啦，真的就是原汁原味啊。那强度的话啦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啊，右下角是什么？右下角它是星际义工队的宇宙20战警。那我们都知道嘛。漫威系列最强的就是编剧之力，强度呢都是跟着编剧在走的，编剧要怎么编就怎么编。就比如啦，他在帝王萨诺斯这个系列里面，他非常强，爆干强的。结果到了与那个星际义工队这个故事里面呢，说实在的啦，很打酱油，超级的。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翻一下《星际义工队5》。这一系列的那个故事啊，他在里面真的就是很打酱油，遇到海拉啦，就被海拉洗脑变成反派。那当他是我方的时候呢，表现很普通啊，就没有像帝王萨诺斯里面那么的真的超级强的没有。所以啦，既然他是照着星际义工队里面的强度来做的话，所以他今天给我们这个强度算是合情合理啊。这样其实各位这样想应该会比较释怀一点的啦。好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数值部分哦。我的宇宙20战警呢，我把它的数值全部都撑爆了，超级爆，攻速爆，暴击爆，爆伤爆，武士防御也爆，冷却满嘛，那回避也是爆开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他这件制服就是超级反派啦。他应该是截取他被海拉洗脑那一阶段，所以他算是把它归类为超级反派。又加上说，当他成为宇宙20战警的时候，他是反派居多的啦，因为他在帝王萨诺斯这个故事里面，他就是帝王萨诺斯的走狗，那也就是反派。再来呢，装备的部分啊，我把它加25全满了。乌鲁的话，大概就是穿插着一颗误攻跟爆伤的乌鲁，那其他就是6星乌鲁。我给他的资源都算最顶级的咯。英雄类型就是强化3，那同位素呢就是愤怒浩克力量觉醒满的。特装呢给他一颗2个数值加起来有 60% 的狂怒的 CTP。其实我给的有点太好了哈，因为说真的，我的那个数值有点炸开了。各位可以看到，红色的部分就是超出了那些数值啊，超出真的蛮多的哦。我们不要看无视防御跟冷却，这很容易就爆出来了。回避跟暴击大概有炸开了一点点而已，就炸开那这一点点应该算还好啦，算了。制服的部分的话，在第一天就把它神化满了。那它的相对应制服我全部都神化了哦。然后这个就是在先行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它的制服的效果了。英雄跟反派都增伤 50%， 那减伤有 25%， 跟强化基本能力值。那到底有强化了多少？应该它的伤尾有增加一点点啊，可是应该没有增加太多。反正官方它就是没有做一个很明显的数据出来，那就算了。再来是它技能的部分啊，因为它有着 T2 被动啊这一个跟 T1 被动这一个，所以它的无视防御跟冷却很好满啊，很容易就满了。再来说到它的技能部分呢，要火不火的啦。虽然它是归类为宇宙20战警，但它的火伤的技能只有2招，就是 S2 跟 S3。但原作就这样子啊，原作它最强的能力就是它的那个宇宙能量，所以它的其他招式都是归类为物理攻击。然后就是它 S3 的部分，可以回血，有免伤5秒，有那个被打越痛的龙炮。那 S4 的部分的话，就是一次可以把它的减防直接 50%。其实说真的 ，S4 是它的主要攻击技啦。
就我们知道，因为世界网啊，在有了抵御值这个东西之后啊，我们非常需要有减防的角色，因为小帮手，当你的世界网打的时间越久啊，小帮手几乎已经越没用了，就是那些减防小帮手几乎越没用了，几乎后面都要靠那些增伤小帮手，因为增伤小帮手它并不会随着实际的进行而去减少它的增伤数值啦。那再来是 S5 的部分 ，S5 也有减防，不过这个只对一般 PV 模式才有用而已，对世界网是没有用的哦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技能到底该怎么发挥比较好。其实这个角色哦，说真的啦，你把机动 CTP 用给他的话，如果你去打世界网啊，机动 CTP 的表现会非常差，因为它的 S4 的段数很少，因为它 S4 就喷一下而已哦，而且它并不是喷很久，所以当你要把真伤控在 S4 的时候，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伤害啊，会让人家感到蛮失望的，因为就我们知道嘛，机动 CTP 它就是要多段数的时候，它的伤害才会出来，结果它的 S4 的段数真的太少了啦。那我们打世界网也没办法靠 S5 啊，因为它的 S5 的减防是对世界网没有用的，这各位要知道啦。所以说呢，你让他打世界网啊，你装备机动 CTP， 你会感到失望是很正常的，除非说你今天是装备狂怒 CTP 的话，一般我们都不用去控真伤的。好，那一般来说，如果今天我们打世界网的话，技能该怎么放哦？当然就是3C5的话，我就是拿来让它控真伤的。当它真伤亮的时候，我就会接 S4。不过这个是在有狂怒的 CTP 的时候啦。那如果是一般的真伤特装的话，我们只能建议说，就是 3C4 而已，把真伤控在 S4。那其他就是用 S5 的制空来去做一个技能冷却的缓冲。所以说他的真伤啊，技能的伤害也不太好控制啦。如果说你要让他表现得很好的话，真的就只能装备狂怒的 CTP， 火伤也不适用啊，因为它只有 S1 跟 S2 才有火伤而已。那机动 CTP 我是建议不要装给他啦，因为他也没办法做组合技啊。因为一般来说，机动 CTP 会让你感觉到表现很好的那些角色啊，要么就是他段数很高，要么就是他的技能可以做一些组合，比如说几吸啊，或是说他的技能，我们把它断掉之后，它还会有持续性的伤害，这些角色还比较适合装备机动的 CTP。所以说真的，你的宇宙20战警，你要么就是装一般真伤特装，要么就是装狂怒 CTP， 就这两种。接下来就是最多人好奇的，他在极限盟战的表现到底能不能取代狂怒萨诺斯哦？我可以很肯定的说是没有办法。第一呢，他没有觉醒技；二是他并没有 T3 技哦。一个 T2 的角色要能取代一个有 T3 技的角色，除非说那些比较的角色是蚁人啊，或是黑豹啊，那我绝对可以说宇宙20战警是可以赢他们的。但他如果跟狂怒萨诺斯比的话，是没有办法的啦。但等到他有觉醒技或是他有 T3 的时候，绝对可以取代狂怒萨诺斯哦。那再来说他的技能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如果今天真的是要打极限盟战啊，我就是通常都是放3C5。那 S4 你要放的时候，一定就是要有真伤，然后你放 S3 之后啊，你一定要让血怪攻击到你啊，或是说你要去踩陨石，因为你踩陨石啊，它的那个被打越痛的龙炮才会累积这些伤害，那就是它被攻击的时候啊，我们所放出来的技能的伤害才会高了一些啦，所以就尽量让陨石或是血怪打到啦，我们就是不用去躲陨石啊，因为我们要的就是它的 S3 被累积伤害嘛。那再来呢，我感到有另外一点很特别的就是宇宙20战警似乎它的攻击啊，似乎不受血怪怒吼的影响啊。就算血怪啊，它已经怒吼3次了，我们打出来的伤害几乎都是一样的。我觉得应该在于说，因为宇宙20战警它有减防啊，加上它的 S4 有那个减技能的效果啦，应该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比如说你前面呢，你第1分钟打100万，那第2分钟就可以打200万，然后3分钟结束就可以打300万。
我们给的分数几乎都是一样的，而不像说其他角色啊，我们打的分数会越来越少，因为随着雪怪每怒吼一次啊，雪怪的防御就越高。那些没有减防的角色啊，他打出来的伤害就越来越低。那宇宙恶灵战警似乎是不受这个影响，所以在最终啊，我的宇宙恶灵战警是打了大概300万的分数哦。那如果今天是我的狂怒萨诺斯的话，我只能打大概360万分啊，所以相差是60万分。那对于我来说，我对于这个结果是还算蛮满意的吼，因为我的萨诺斯是走一个主 PVP 类型的配置啦，所以今天要我拿萨诺斯装备狂怒去打极限盟战呢，说真的，每2周这样换一次水晶哦，然后又加上说，如果今天他锦标赛要出战的话，几乎这样换呢，其实对于我来说还算蛮伤的啦。就算今天是课长好了，其实这样日积月累下来也是算是蛮吃不消的哦。所以宇宙恶灵战警可以打这样的分数，我觉得还蛮 OK 的。那假如说他之后真的有开放觉醒季或是 T3 季啊，那分数就可以更高了。那接下来是高层隐喻92层，那刚好遇到双毁灭者，然后又是反派类型4用的光影卡。可能会有人想说，为什么我要放大猩猩哦？明明大猩猩的工具人能力只适用英雄阵营的角色啊，没有啦，其实我只是放他出来是要多拿那些硬币代币的而已哦。我并没有什么用意啦，真的不要觉得我笨笨的这样子，其实我只是为了让他拿代币而已。那对于宇宙恶灵战警在92层这个伤害啊，我觉得算是蛮满意的啦。因为各位可以想象吗？以前的制裁者啊，那些他就算今天穿了战争机器的制服啊，大概到40层就算蛮紧绷的哦。那今天宇宙恶灵战警，它可以挑战的层数啊，几乎是战争机器这个制服的2倍楼层的，所以我觉得还算蛮 OK 的啦。那极限，如果是以我的配置的宇宙恶灵战警的可以打的楼层的极限呢，大概在100层以上啊，所以这样子我觉得还算蛮可以的哈。所以这件制服呢，说真的，对于新手来讲，我认为是必买的啦。那对于老手来说的话，就看你们的需求到底是怎么样了。如果今天你真的是属于一个要走 PVP 类型的啊，其实这件制服有点难度，因为它的技能真的很容易被打断。接着是世界网的部分呢，今天挑战这个无心60层，我也有试着挑战70层啊，但真的不够力哈。主要是一方面是因为抵御值的关系，因为楼层越高啊，它的抵御值的这个影响呢越严重，越快呢，抵御值的效果就出来了。所以当你打到大概几秒钟、几分钟，大概1分钟过后，减防小帮手几乎是完全没有用，形同虚设。所以大概他今天打无心60层啊，已经算是蛮紧绷了。我的宇宙恶灵战警啊，那如果说以你们的宇宙恶灵战警呢，当然是看你们宇宙恶灵战警的配置是如何啦。以我的配置的话，打这样真的算蛮紧绷的了。那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卡片的务工啊，才50出头而已，所以。然后另一方面呢，宇宙恶灵战警他打世界网真的是只能靠 S4 才会有伤害，其他招式完全是没有伤害的，因为没有减防。所以当我今天装备狂怒 CTP 的时候，我就是其他招式都是拿来那个类似一个空档用的哦。等到 S4 冷却好，然后我的狂怒 CTP 还在亮灯的时候，我就会放 S4。但想当然的啦，一般的玩家应该不太会把狂怒 CTP 装给他啦，除非说你今天真的是要主打极限盟战啊，不然一般玩家大部分都是打用一般特装啊。一般特装的话，50层的无心应该就算蛮紧绷的齁，因为主要也是因为你增伤的关系啊，你要把增伤控在 S4哦，所以一般的 CTP 啊。大概就是3C4而已啊，你用 S5 的话，很容易就把你的增伤跑在 S5 上面了。那再来就是恶魔凶刃，你今晚的噩梦的部分。恶魔凶刃呢，它的防御非常的低，所以当我们的无视回避都够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是来打恶魔凶刃。
那其实我打70层就差不多了，我也有试着打80层，也是没有办法。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觉醒技，那另外一方面他并不是 T3 角色，所以打70层就差不多了。再来呢，还有就是他的减防技只有 S4 而已啊，所以一样啊，几乎都是靠 S4 在做输出啦。没有 S4，其他招式是完全没有伤害的，真的是完完全全打不出来。所以，当你今天兴高采烈的想说宇宙恶灵战警打王很猛，是可以很猛的，但只限于低楼层的啦。如果你要打高楼层的，抱歉，真的打不上去，因为抵御值的影响真的太严重了。我觉得官方可能真的是想要主推那种多功能减防的高伤害角色。才会推出这种东西哦。说真的，你没有这种高减防的角色，其实你高楼层真的太难打上去了。所以宇宙恶灵战警它的外形呢，我真的非常觉得很致敬原作啦，因为原作的造型就差不多是类似这个样子。那技能特效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加强啦。伤害的部分。也只能说是可圈可点而已哦。在隐喻啊，跟极限盟战来说，算表现的还不错。那保命的部分呢，因为它只有 S3 才有免伤，然后 S5 有制空，就这样而已哦。它其他剩下的3个技能完全都没有。有啦 ，S2 有制空啊，所以你要手控，然后技能要接得顺，它的存活率才会比较高。所以我就下个总结哦。虽然这件制服有大翻身啊，但你跟原著比的话，就是帝王萨诺斯系列里面的来比的话，强度真的差蛮多了。但以星际义工队里面的宇宙恶灵战警来说的话，这个表现就差不多是那样子了啦。然后技能真的只适合 PVE 哦。再来呢，这件制服对于新手来说是非常好用，因为新手前期是非常缺反派类型的角色，然后。再加上制裁者的身体算是非常好拿的，所以这件制服呢还蛮适合新手来用的。那对于老手来讲呢，你就是可以再去扩充你的角色池，因为说真的，制裁者他的旧制服那一些完全都没有用，太废了。那多了一件制服可以让他大翻身，还不错啊。所以这件制服我认为它可以买的价值还蛮高的哦。那么以上就是宇宙恶灵战警在正式版的评价及解析，那就谢谢各位收看。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及点小铃铛。我是小江华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你干什么要拍照？爸爸，你干什么要拍照？拍你唱歌啊！你要不要再唱一次？